兄弟们，今天咱们来讲一部小众又猎奇的恐怖片，它就是咒怨导演的师傅黑泽清拍的。咱就说能交出拍咒怨这种极度阴间电影的人，他自己拍的要有多炸裂。虽然这部片子仅有44分钟，但黑泽清利用光影、音效和空间巧妙的结合，使观众体验到了沉浸式压抑，每一帧都暗藏玄机。这就是黑泽清的恐怖美学。全网都传手机电量带7必刷恐怖片，说白了那就是忽悠小孩的。但据我观察，你会在手机电量带60刷到这部日式无鬼怪写实恐怖神作《钟声》。友情提示：本片过于惊悚压抑，赶紧艾特你阳光的朋友，让他开心一下。故事的主角叫松冈，是个专门做家常菜的厨艺老师，手艺在当地小有名气，不少人慕名来学做菜。表面上看着挺风光，学生也是特别喜欢这个忠厚的老师。就这么个平平淡淡的小厨艺班，自打来了个叫九保的男生，事情就开始不对劲儿了。这小子跟其他学员格格不入，别人都凑一块有说有笑练刀工，他就天天缩在教室最后一排的犄角旮旯，也不动手做菜，俩眼睛就直勾勾盯着灶台前讲课的松冈，盯得人浑身发毛。咱说你是来学做菜的还是来盯梢的，整得跟个变态尾随狂似的。起初松冈也没太往心里去，只当是这孩子性格内向。直到这天上课，松冈正挨个指导学员颠勺，扭头一瞅九保那锅，好家伙，锅里的洋葱都烤得黢黑冒黑烟了，这小子还搁那愣神呢。松冈赶紧3步并作2步跑过去，赶紧帮他扒拉了2下，结果九保冷不丁冒出来一句，给松冈整得一愣。松岡先生には聞こえてますか？この音。チャイムです。誰かが叫んでるみたい。松冈觉得奇怪，仔细听了半天，教室里除了抽油烟机嗡嗡响，就是学员们切菜的咚咚声，啥钟声响都没有。他还以为这小伙子熬夜打瓦熬出幻听了，可九保压根儿听不进去，搁那自言自语嘟嘟囔囔，说这钟声天天往他脑子里钻，白天响晚上也响，是有啥看不见的东西在给他传递指令呢。松冈本来一天事儿就多，烦得不行，听他在这神神叨叨说胡话，也懒得搭茬，转身就想躲开这怪人。这不躲还好，一躲直接把九保给惹毛了。这小子嗷一嗓子就急眼了，直接大吼起来，这下给周围学员都吓一哆嗦，全扭头往这边瞅。松冈瞅他情绪不对，也没敢跟他硬刚，随便应付2句就走开了，心里还嘀咕呢，这小伙子指定是精神有啥毛病。可他哪知道，就这几句话的功夫，那虚无缥缈的钟声已经顺着九保的话悄摸缠上他了。等晚上所有学员都走光了，松冈一个人收拾厨房擦台面，正擦着灶台呢，突然就听见一阵沉闷悠远的钟声，嗡的一下就钻进耳朵里了，低沉又厚重，一下一下敲得人心里发慌。松冈当时手里的抹布啪嗒就掉池子里了，他还以为自己今天累着了，出现幻觉了，摇了摇头收拾东西就下班了。结果刚下楼就被俩女学员给拦住了，俩人脸色煞白，跟见着鬼了似的，哆哆嗦嗦跟松冈说刚才九保追着他们俩，一个劲儿打听松冈家的住址，看那小子神神叨叨的样，俩人没敢说，瞅他不注意赶紧就跑出来了。末了还特意叮嘱松冈，老师你可加点小心吧，那学生瞅着太邪乎了，指不定能干出啥事儿来。松冈听完心里也咯噔一下，这小子不会因为白天的事儿弄我吧？后脊梁骨瞬间就冒了层冷汗，嘴上答应着知道了。回家的路上心里还是直打鼓，他还特意绕了2条街，确认身后没人跟着才敢往家走。到家也没敢跟媳妇儿说这事儿，怕他娘俩跟着害怕，就自己憋在心里，寻思着过2天这学生不来了也就没事了。转天再上课，松冈本来心里就揣着事儿，再一看九保，那行为更离谱了。当天教的是给食材雕花改刀，别人都拿着小刀认认真真划纹路，练得有模有样，九保可倒好，攥着菜刀对着案板上的面包哭就是一顿乱扎，好好的面包被他戳得稀烂，那架势哪是做菜啊。松冈这下实在忍不了了，走过去就数落他，说你这是糟蹋粮食呢，上课能不能认真点，不想学就回家去。结果九保听完也没生气，忽然咧嘴一笑，他慢慢压低声音说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脑子早就被换掉了，一半是我的，一半被人塞了个机器，这个机器就是专门接收钟声的。说完还指了指自己的后脑勺，说这儿以前有个疤，就是换脑子的时候留下的。松冈瞅他越说越离谱，满嘴跑火车，懒得跟他掰扯，翻个白眼转身就走。眼瞅着老师死活不信自己，九保也不废话了，直接就要把脑袋打开给松冈看看。这小子抓起一把锋利的厨刀，照着自己耳朵根后面硬生生插了进去。
那血呲一下就喷出来了，溅得案板上到处都是，抽搐了2下，当场就没气了，教室里瞬间就炸锅了。松冈也傻了，浑身控制不住的哆嗦。可就在这乱哄哄的节骨眼上，那熟悉的钟声又一次在松冈耳边响起来了，一下一下敲得格外清晰。刚才还吓得魂飞魄散的松冈听见这钟声之后，瞬间就冷静下来了，眼神变得麻木又平淡，跟刚才判若两人，就跟刚才死的不是个大活人似的。咱就说这事儿就奇了怪了，好好一个人听见个钟声就跟被摄了魂似的。没一会儿警察就来了，挨个给学员做笔录，全班都能作证，九保平时就神神叨叨，行为怪异，跟谁都不说话，还总说些奇奇怪怪的话。警察最后也没多想，直接就按精神失常自杀结案了。尸体拉走，案子就这么结了。人是拉走了，可那钟声却没跟着走，反倒像在松冈脑子里扎根了似的。从这天起，不管他是走路、做饭还是在家待着，时不时就能听见那阵沉闷的钟声，挥之不去，躲都躲不掉。出了人命案子，厨艺班哪还有人敢来啊？学员们纷纷退费退学，生怕下一个出事的是自己。本来热热闹闹的教室一下就空了大半，最后就剩一个叫明美的姑娘，胆子大，也没别的地方去，还坚持来上课。松冈心里也犯嘀咕，可日子还得过，钱还得赚，就硬着头皮接着教。当天教的是处理白条鸡，松冈认认真真演示完怎么去骨怎么改刀，步骤讲得明明白白，就让明美自己练。明美盯着那生鸡瞅了半天，迟迟下不去手，最后竟然直接来了句：やっぱり苦手です。ぐにゅぐにゅしてるし。これ絶対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んですか？说完随手就把鸡扔到水槽边了。就这么一句随口的吐槽，直接给松冈心中的火药桶点着了。积压了这么多天的烦躁，钟声带来的折磨，生源流失的压力，对未来的迷茫，一瞬间全爆发了。松冈脸一沉，脸色瞬间就不对了，绕到女孩身后抄起切肉刀，照着后背就哭哧哭哧一顿捅啊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明美疼得惨叫着往角落爬，嘴里不停求饶，可松冈就跟疯了似的，根本听不进去，追上去接着捅，刀刀都往要害上扎，直到明美彻底不动弹了，浑身是血倒在地上，他才停手。好好一个20来岁的姑娘，硬生生被戳成了筛子，教室里到处都是血，惨不忍睹。更吓人的还在后边，杀完人的松冈冷静的可怕，他就跟干完了一天活似的，有条不紊的从储物间拖出个大号黑色裹尸袋，把尸体装进去，拉链一拉，扛起来就塞到车后备箱里，全程面无表情，连喘都不喘，开着车直奔城郊的深山老林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挖坑就给埋了。整套动作行云流水，熟练的都不像第一次干。处理完之后，他也不坐车，顺着林间小路撒丫子就往家跑，你都分不清他是吓的还是杀完人兴奋的。转天早上，松冈跟没事人似的坐在家里踏踏实实吃早饭，媳妇儿跟他说话，他也正常搭腔，仿佛昨天晚上那场杀戮就是做了个梦。吃完饭照常去培训班开门，刚到地方，剩下的几个学员就慌慌张张跑过来说警察来调查明美失踪的事儿了，他家里人报了警，人最后出现的地方就是这间教室。松冈心里门清，脸上却装的啥也不知道，还一脸惊讶的样子。可就在这时，有个女学员连滚带爬从楼上跑下来，脸都吓绿了，结结巴巴喊说他看见明美了，就在教室里坐着呢。松冈听完脑袋嗡的一声炸开，心说不可能啊，尸体明明埋深山里了，都盖上土了，怎么可能出现在教室？几个人赶紧往楼上跑，冲进教室一看，哪有什么明美啊，就角落里孤零零放着一把空椅子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那女学员急得都快哭了，说刚才明明就坐在这儿，穿的就是昨天那件衣服，怎么一眨眼就没了？话音刚落，就见那把空椅子突然自己挪了一下，就跟有人刚从椅子上站起来似的。那女学员嗷一嗓子，转头就往外跑，连头都不敢回，边跑边喊有鬼，一下就没影了。这时候的松冈也吓得够呛，汗毛都竖起来了，他似乎瞅见墙角有个黑影晃了一下，模模糊糊像个人形，他再也撑不住了，尖叫着转身就往楼下跑，恨不得多长2条腿，心脏咚咚跳的都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。可刚冲到教室门口，那该死的钟声又响了，沉闷的声音一下一下砸在他心上。神奇的一幕再次上演，刚才还吓得屁滚尿流的松冈，脚步一下就停住了，脸上的惊恐瞬间消失得一干二净，慢悠悠地转过身，又溜达回屋里了。他走到墙上挂的镜子跟前，盯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瞅了好半天，眼神空洞洞的，跟丢了魂似的，也不知道他在看啥。等他再反应过来，
自己都觉得有点发毛，也没心思收拾东西了，匆匆忙忙就离开了教室。咱看到这儿其实就明白了，这钟声就跟个开关似的，一响起来，松冈那点人性和理智立马就掉线，整个人就变成了个没有感情的机器。这玩意儿比鬼上身都邪乎，鬼上身还能看出来，这玩意儿看不见摸不着，出了这么多事儿，死了2个人，这培训班肯定是开不下去了，再开下去指不定还得死几个人。松冈收拾好了自己的简历，打算去应聘西餐厅的大厨，找个稳当工作养家糊口。可面试的时候就露怯了，老板问他对店里菜品有啥改进意见，有没有啥新想法，他支支吾吾答不上来，他净扯自己以前得过啥奖，教过多少学生，半句跟餐厅有关的话都没有。老板一眼就看出来了，这人根本没来过这店里吃饭，全是瞎忽悠，当场就不耐烦了，打断他的话，扭头就走，连手都不跟他握，给松冈晾在原地，要多尴尬有多尴尬。他正站在大堂失落着呢，餐厅里突然就乱了。一个男的不知道为啥抄起刀子就往邻座姑娘身上扎，现场顿时乱成一片。可你再看松冈站在那儿纹丝不动，脸上半点表情都没有，仿佛杀人这事儿在他眼里已经不算啥了。工作没找着，还目睹了当街行凶，松冈心里更堵得慌了，垂头丧气回了家，翻着招聘报纸接着找工作，越翻越闹心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正烦着呢，上高中的儿子推门进来了，张嘴就要300万日元，说自己欠了黑网贷，得赶紧还上，不然人家就要找上门了。松冈一听差点背过气去，本来家里就紧巴巴的，培训班也黄了，这一下又冒出来这么大一笔窟窿，他当场就给拒绝了，说你个学生不好好读书，瞎借什么贷款，我上哪儿给你整这么多钱去。儿子也急眼了，摔门就走，连句话都不听，临走还撂下狠话，说你不给我凑，我自己想办法去。松冈气得胸口疼，坐在椅子上呼呼喘气，下意识就瞟了一眼餐桌上放着的厨刀，那眼神一下就变了，一股子杀意噌一下就冒上来了。你想啊，前一天刚杀完1个人，这股子狠劲儿还没过去呢，亲儿子再这么一闹，他那根闲眼看着又要绷不住了。他强压着心里那股邪火，在家里溜达散心，走到常年锁着的储物间门口，鬼使神差就把门给推开了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屋里头堆得满满当当，全是媳妇儿不知在哪儿攒的乱七八糟的垃圾，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原来媳妇儿天天说收拾屋子打扫卫生，合着垃圾全塞这儿了，这不就跟他们家的日子一样吗？表面看着干干净净和和美美，里头全是烂摊子，全是攒了多少年的烦心事，堵得人喘不过气。就在他发呆的功夫，屋外的钟声又飘进来了，比往常都清楚，都响亮，一下一下就跟敲在他脑门上似的。松冈赶紧跑到门口，拉开门往外瞅，楼道里空空荡荡，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，可那钟声就在耳边绕来绕去，找不到源头也躲不开，就跟长在他脑子里了一样。他站在门口愣了半天，又慢慢悠悠退回屋里，顺手就把门带上了。等再转过身的时候，松冈整个人都不对了，眼神空洞，身子僵硬，跟被线牵着的木偶似的，一步一步往屋子深处走。到这儿咱就看明白了，他彻底变成第2个酒保了，被这看不见摸不着的钟声牢牢困在了精神的牢笼里。片子到这儿戛然而止，没给你整啥惊天动地的大结局，也没说松冈最后咋样了，可就这开放式的结尾，你自己琢磨去吧。接下来他会干啥？是跟酒保一样自杀，还是接着杀人？没人知道，可你心里清楚，他已经疯了，彻底被压力压垮了。咱唠到这儿，可能有人说了，这不就是个厨子被逼疯杀人的故事吗？有啥好吹的？哎，这你就不懂黑泽清的厉害了。他的片子从来都不是靠鬼吓人，他是扒开现实给你看，真正吓你的从来都不是鬼，是人，是平凡的日子，是那些喘不过气的鸡毛蒜皮。你仔细琢磨琢磨，这钟声到底是啥？它根本就不是什么灵异玩意儿，就是生活里那些无形的压力啊，房贷、房租、孩子上学、柴米油盐、工作不顺、人情世故，这些东西攒一块儿，不就跟那钟声似的吗？天天在你脑子里嗡嗡响，躲不开，逃不掉，一点点磨你的性子，耗你的理智。你看松冈最开始是啥人？就是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普通人，想靠手艺养家，没坏心眼，跟你我一样，就是个为生活奔波的老百姓，怎么就一步步变成杀人犯了？不是他天生坏，是那一下又一下的钟声，是一件又一件的糟心事，慢慢把他的人性给磨没了。再看那个自杀的酒保，他就是提前走到头的松冈。年轻人被精神内耗困住，没人理解，没人帮忙，喊破喉咙也没人当回事，都觉得他是疯子。最后呢，要么向内把自己逼死，要么向外把火气撒到别人身上。松冈最开始还觉得人家是疯子，看不起人家，结果没几天自己就步后尘了。
你说讽刺不讽刺？咱说句实在的，现在谁没点压力啊？上班挨领导骂，赚钱费劲，家里一堆鸡毛蒜皮的事儿，谁脑子里还没个钟声啊？但咱得知道，日子再难也不能丢了理智，不能把火气撒到无辜的人身上，该歇就歇，该放松就放松，别整天跟弦似的总绷着，绷断了人也就毁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听雨，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